福宝用实力证明，上班上久了就没有不疯的。由于艾女士照顾小家伙一直待在内场，福宝为了给2个妹妹挣奶粉钱，还在兢兢业业的上全班。这天福猪猪已经吃饱了，敬业的他还想着给姨们表演个节目。只见福宝一边假吃一边大脑飞速思考，突然给大家演绎了一段发疯文学。他在木架上疯狂翻滚着，最后连熊带竹子一起滚了下去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福猪猪心情不好，但其实这不过是他的常规操作。毕竟财阀家的公主都有点小脾气。想当初福宝全天营业的第10天，想罢工的心思就已经出现端倪。忙碌的福师傅在院子里一会挖地寻宝，一会练习扫地，忙得尘土飞扬不可开交。一时兴起，福宝还会耍一段熊猫棍法，整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地都给狸冒烟了，草都不敢发芽，就连仅剩的几棵小树都没能幸免于难。只见福猪猪一个筋斗云上去直接压断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寸草不生。已经能想象到艾女士出外场那天能有多绝望。望着眼前黄土高坡，恐怕真认为财阀家破产了。这天到了下班的点，兴奋的福宝准备一个箭步冲回家，可都到门口了，他突然想到今天还没发疯，于是又折返回来把饭桌掀翻，然后打了几个滚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别的大熊猫都是专门打包竹子到树上吃，然而福猪猪只是单纯的想整活。只见福宝3步并作2步迅速爬上树，然后把叼上来的竹子全都扔了下去。游客看到这一操作直接被惊呆，纷纷表示严重怀疑这是只男熊。一次福猪猪刚吃饱饭，准备消化的他直接冲到木架，熊来疯表演了一段功夫熊猫，冲天一脚回旋踢，差点把竹子踹上天。竹子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学会了托马斯回旋，并且游客的欢呼声越高，福宝越起劲。而这些被玩坏的竹子他大概率也不会再吃，这时江爷爷就会送到爱宝乐园的大象馆。怪不得大象每次吃竹子老感觉有骨头。如今看到福宝霍霍的场面，终于破案了。此外，混世小魔王的破坏程度远超想象。当他大力出奇迹的时候，可是能掰断一根4米的观赏竹。江爷爷看到都被吓得差点报警。事后福宝还跟没事熊一样淡定地吃着竹子，但江爷爷早已猜透了他的小心思。最后爷爷也只能忍痛把观赏竹砍断，只能说福猪猪真的是被宠坏了。让温柔的一唱突然发狂吼叫攻击奶爸，同时还有月子内大出血的突发状况，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此时一唱生下双胞胎已经有小半个月，在奶爸眼里他性格非常温柔，带孩子时表现出的母性也非常强。然而这天照顾一唱的陈奶爸给他清理房间卫生时，一向温柔的他竟性情大变，突然转过身生气的大吼着，想要攻击正在兽舍内的奶爸。奶爸顿时被吓了一跳，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他连连后退，而一唱却还一直在笼子里踱步吼叫，全然不理陈奶爸的呼唤。无奈的他只好先离开，到监控室查看怡然出了什么状况。奶爸发现怡然竟流了一滩红色液体，并且还在持续不断的流着。奶爸赶紧去房间查看现场的情况，然后又打电话给一直监管异常身体的兽医。医生们很快赶到现场，陈奶爸把一唱引导隔离到另一间房。医生们开始检查红色液体，并进行抽取检测，看看是否有病毒感染。此时一唱的情绪虽稳定下来，但整只熊无精打采，看起来很不舒服，并且还在持续排出液体。奶爸一直守在他身边，满脸担心，不停查看一唱的情况。第2天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表示幸好没有异常，而那滩红色液体其实是恶露，属于正常现象。担心一整天的陈奶爸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听到宝贝没事，奶爸既开心又心疼，连忙给一唱拿来窝窝头和胡萝卜补充营养。过来，小妹儿，小妹儿。排完恶露后，一唱的性情又恢复正常，听着奶爸的声音乖乖上前，陈奶爸喂给他最爱吃的胡萝卜，还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。就这样，在奶爸的精心照顾和不断投喂下，一唱的精神状态和健康都有很大改善。出了月子后，他就已经彻底恢复好，又成了往日的干饭王。心大的一唱还直接把娃放在一边，趴在门前给奶爸要吃的。看着奶爸拿着窝窝头走来，一唱就张大嘴示意喂给自己吃，而陈奶爸对他也只有宠着的份，把笋笋撕成一小块喂到他的嘴里。看到奶爸和一唱如此温馨的一幕，不禁让人感叹，爱真的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究竟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，让这么小的宝宝就跟妈妈出来讨生活？眼前这对卖惨的母子俩正是奇缘七果。如果不是看到身后有那么多竹子，网友恐怕真就信了。尤其是奇缘妈妈入戏太深，眼神动作都十分到位，都快哭了。还是个宝宝的奇果也在努力的配合，装的那叫一个可怜。没招的饲养员赶紧给母子俩搬来一大筐鲜嫩笋笋，奇缘妈妈开心的大快朵颐。不能吃的小气果只能在一旁干看着。此时的他弱小可怜又无助，心想我就只是个工具熊。大阿福也曾为了要到盆盆来，带着小儿子福顺在笼子里卖惨，可奈何帮手不给力。只见大阿福正在酝酿伤感的情绪，谁料没搞清楚状况的熊孩子
一心只想往妈妈怀里钻喝奶奶。这一下就让大阿福破功，赶紧扭头走凶，感觉多一秒他就要笑场了。这天萌儿在院里故意吃草卖惨，游客看到后喊话：“二小子别再演了，你别演了。”听懂的他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头走凶。不愧是北洞影后萌萌的亲儿子，这演技不拿奥斯卡影帝都说不过去。而秦韵作为女版萌兰，整活从不会让人失望。她最擅长的就是装绝博同情，成功骗到游客后还会开心的捏捏脚。一次隔壁佳佳过生日有西瓜吃，馋得秦韵望眼欲穿，哈喇子直流，整只熊趴在窗户上，可怜极了。奶爸哭笑不得，赶紧给他2块西瓜。同样肉肉为了一口吃的也是拼了，上一秒他还在努力干饭，下一秒看到奶爸过来立马蹲下卖惨，仿佛在说奶爸我都饿瘦了，可怜巴巴的小娘，恨不得让奶爸立刻给肉姐拉来一大车南瓜。而囡囡和肉肉不愧是亲姐妹，众所周知囡姐的体重最轻299.99斤，高则没有上限，由于太能吃，她还一度得了肠梗阻。最后医生做手术从囡姐肚里取出8个重达6斤的大粪团。为了身体健康，奶爸尝试给她减肥，没曾想囡姐只因3分钟没吃饭就开始啃墙上的青苔卖惨，最后饿急眼的囡囡还跪在小卖铺前，心想奶爸给孩子一口吃的吧。饲养员看到这一幕真是怕了，赶紧给大胖闺女安排上笋笋小苹果。此外被迫减肥的还有一脱成名的元小。前段时间奶爸见他胖的连树都爬不上去了，便决定适当减少小小最爱吃的笋笋。没曾想这小子只因少吃了2根就生胖气，跑到树底下开始吃草卖惨，并且边吃边示意游客赶紧拍自己。此时他的内心巴不得网友们赶紧造谣，只能说滚滚的为了一口吃的，真的是绞尽脑汁。按你传觉你也不会发言。眼前这位傲娇女王是大熊猫苏珊，此时的她正处于发情期。奶爸见状，赶紧给苏珊安排上相亲对象，也就是我们的1号男嘉宾香菱。为了避免两熊因突然合宿产生冲突，奶爸先让苏珊到香菱外场熟悉一番。谁料不解风情的她第一次上男方家，竟像个大爷似的懒洋洋坐在门口，并且每当香菱主动靠近向她示好时，苏珊就十分紧张，甚至还一个劲的发出吼叫，试图吓退对方，举手投足间高贵冷艳，气质逼人。苏珊的操作直接让奶爸看傻了眼，显然主动男孩香菱不是他的菜。接下来基地又为他安排了2号男嘉宾一宝，一宝的长相较香菱来说更为俊朗帅气，并且他对苏珊还有种莫名的好感，只可惜每次都被对方的吼叫无情回绝。愁坏了的奶爸只好跟苏珊聊聊天，让他别太挑剔，一宝各项条件很不错，实在不行就跟这小子在一起。不说你包裹过来了，你要是一早就包裹我家你就睡觉了，为啥子你就不能去见面呢？包裹过来就是人员的。苏珊听得满脸的不耐烦，小头一抬示意奶爸再换，无奈饲养员只好冲向给他寻觅两熊，最终精挑细选确定了3号男嘉宾杨洋。不出所料，傲娇女王苏珊对第一次见面的杨洋依旧很排斥，男嘉宾一出场就遭到苏珊的绝情吼叫，甚至还莫名其妙被对方暴打一顿，吓得杨洋赶紧躲回了自己院子。失恋的心情让熊苦闷，但杨洋也只敢咬院子的树桩消愁。后来不知医保使了什么手段，竟得到一次返场机会。奶爸对这小子进行了仔仔细细的婚前检查，随后便让两熊进入到一个院子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次苏珊并没有排斥医保，然而好景不长，没多久他就挣脱开来。饲养员为了避免两熊打架，赶紧把苏珊和医保分开。此时苏珊的发情期还没有结束，如果错过那就要再赌上1年。于是饲养员让杨洋再次尝试。经历上次痛苦失恋后，他苦闷了很久，如今终于抱得美人归。春风得意的他是要一雪前耻。最后两熊长达近8分钟的交配，以杨洋摔下台阶而结束。也正是因为苏珊的这次选择，让儿子小将完美遗传老爹的长嘴口，并且脸型方面还发展成倒三角脸。即便如今的他已经过了抽条尴尬期，但小将每天还是顶着一张车坐。果然有的时候选择更为重要。